还记不记得我们高雄淹水新闻？高雄淹水的时候，在凯米台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三民区的老旧社区叫日安地球吗？这个我直接讲他社区名字没关系，因为那个新闻都给他直接看出来。好，他就是很乱啊，就是大社区烂烂的，没有人要接，然后没有那个投资客铁血做派的集团进驻。那时候的事发当下的主委还是个小女生，就被找来挂名的，你知道，就没人要当，又一定要有，然后随便叫一个人签名这样，对。像那种社区为什么会淹水？它管理上绝对有各种问题，对不对？然后它有没有社区管理费？有，那个社区管理费够不够是一回事。你就是人家就不想要碰到钱，碰到钱很麻烦就有官司的问题。像那种社区啊我听消息啦，投资客集团进去了直接选出你们不是不当啊，没关系啊，我们这个豪华我自己就是律师啊我又不是这里要告我们大家就来告反正没有人告得赢我，你们都要有律师费，我不用，我自己出庭就这样。那进去的时候，我认为啦，接下来应该可以看到新的气象至少那什么淹水这种事情，然后那个管理员然后那边推拖拉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因为物业会被他换掉，然后社区乱堆杂物什么，通通都被他告一次，很凶、很凶、很夸张、很凶残的，只要守规矩的人都没有事就是不守规矩的人被影响到，他那边干干叫。就这样，电梯梯间不能堆东西，放鞋柜也不行，对，不行，给我撤走，不然就存心海。小社区暗藏陷阱，揭露购买前你必须要知道的风险先说结论，我个人是不推荐小社区的，因为如果你遇到老鼠屎很可能就直接让这个管委会怎样运作崩溃。那如果你找200户左右的社区，就比较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蛋白区的套房可以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小社区可以买吗？来，这是我们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管理费1200，却让他崩溃后悔。买小社区公设1年扫一次，电梯坏了。住户宁愿爬楼梯也不要付钱修对内容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网友之前有听说大社区容易有管理的问题，贪污或干嘛的，所以他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找了一个小社区那这个社区真的蛮小的，32户而已。那一开始住的时候都没事，等建商撤走以后问题就来了。首先是管理费就会有那个老人想要省就叫他不要开灯或干嘛的，然后就坚持他不要24小时的保全他又是主委这样还说社区很干净不用打扫，1年请人家来扫一次就好了。好，这样就算了。那接下来是每年的电梯保养因为人少，所以一户要出到9800。那当然会有人靠腰那说他可以走楼梯干嘛？我们要低楼层，就现在搞的网友他住8楼，他也只敢走楼梯，因为电梯是都没有保养，他会怕哪时候电梯这样子掉下去。那所以你要知道买小社区的风险不得不说这个真的是精彩把好好的电梯大楼搞得跟住公寓一样。如果我是这个网友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卖掉，然后搬走因为要趁它还没发生问题之前那因为我已经能够想象接下来会怎样了。来，管委会失能没有人要当大家觉得那是个塞困然后就没有人想去做这个。那再来是公社缺乏修缮，灯泡什么都没有人换接着电梯时不时故障那全部的人都被逼得只能走楼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都算运气好最后房子卖不出去你一间电梯大楼，你电梯不能搭，你这怎么卖得出去？然后它就是小户数32户所以我未看先猜那个梯数也非常的少就这样，就是你坏掉一只的影响会很大到时候仲介来签约的时候也会皱眉头这个环境脏乱因为公社没打扫嘛或者灯泡什么不亮嘛然后电梯还时不时有故障的风险那你想要卖高价仲介也不好泼你冷水就说这间社区的这个问题有一点那这个都会掩盖掉你房子本身的条件但他这样讲就得罪整个社区嘛所以他就会很低调很默默的去处理。那你说有没有救我跟你讲算很难。那个一个社区在烂掉很难让它变好，这就是要有一个
正义之士有没有出来，然后不怕得罪大家哦，然后该沟通沟通哦，然后该告的直接不留情面给他告下去，这东西才会变好哦。那通常你要有这个社区管委会翻盘哦，是怎么样？是投资客哦，投资客进驻这整个社区哦，那他可能在这里他瞄准好，他囤了3-5户哦，选委员那很好选啊，没有人要当嘛哦，所以就是他了。那他就可以来决定主导一些方向哦，比方说，好，算了，这我讲八卦再讲。好，烂掉的社区哦，能闪的人早就闪了哦，剩下的就是不在乎啊，不然他就是货源，你知道哦啊，就跟没能力跑掉的哦。最后你要知道应该怎么挑社区哦。那我会建议哦，你尽量大概找200户左右的社区，这种中型社区的好处就是它够大哦，那就算有几颗老鼠屎不缴管理费，社区是还能够运作的，但是它又怎样？又不够大，不会让管理费变得很惊人哦，会引入很多那个有心人士哦，想办法渗透管委会这样。所以我自己在看哦，我自己都是尽量挑就100户以上的社区啦，应该问题就不会很多了哦。那另外你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社区的抛售量哦，我讲抛售不合理啦，就是说，就有没有很多房子动不动拿出来卖哦。像591上面不是都有写嘛？哦，就是这间房子有几户正在出售，那当然会有很多重复案件，你就自己算一下哦。那如果有很多间，要么就是超大的社区，哦，要么就是，你自己小心一点哦。那最理想的情况大概就是在卖的房子哦，大概一个社区哦，通常都在2到3户哦，最多就这样哦。也就是说，人家真的要瞄准这个社区，他要认真等哦，等个1年2年哦，遇到事出他才有机会。就这样哦。那你去看社区的时候，记得去看布告栏，那个通常会贴在电梯里哦，或是1楼的那个电梯口，就这样。然后看住户欠缴的情况，跟还剩多少管理费啊，还有这社区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规定。像我们之前有一集就在讲社区公告的影片，就有提到有住户会乱丢螃蟹，还是什么东西哦，螃蟹，直接还有照片，那就是丢螃蟹啊，不知道是螃蟹自己爬出来还是怎样哦，然后说好几次，然后还有什么偷垃圾盖，然后这种行为，如果你看到这个奇怪的公告，你的警觉性就要提高，代表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哦，那到时候都上新闻了，这个对你未来好不好卖一定会有影响哦。因为坏的东西、奇葩的事情会被人家一直报啊，好的事情哦，比方说社区谁是好人好事代表啊什么，这都不会去报哦，就这样。好，那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小社区可以买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哦，一个网友说，听说啦，住大社区管理容易出问题，所以他特别找了一个只有32户的小社区。那发现小社区的问题也很多，首先是没有24小时的管理员。再来是1年只找人打扫1次哦，现在是不愿意付电梯保养费，导致他住8楼走楼梯上下班。我的建议是就赶快卖掉，赶快搬走哦，在社区名声还没有传出去之前，要赶快行动了，不然未来怕会很难卖。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我会建议你大概就100户以上200户以上这种中型社区就好，不用到500户以上。500户以上它也有很多好处的哦，对，它的公设就你要养游泳池，你要养什么的蒸汽房，这个都养得起来。32户哪来游泳池？不要闹了，就这样哦。那就算那个100户以上的社区真遇到几颗老鼠屎，它也不会让整个社区就陷入停摆跟晕的状况。另外，你也可以再看591哦，看一下这个社区同时在卖房子的人多不多。那如果数量多的不合常理，那你就要小心了。那最好的房子通常都长怎样？100户，然后它的二手市场在售常年都是0户，真的哦，就是这样哦，就要慢慢等，很难有一个释出，就这样。我们高雄也有很多啊，各个县市都有这种社区啦，哦，那你有做功课，你就会知道。我都会先讲哦，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哦，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啊，真的啊，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
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哦。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哦，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啊，或是出租找租客啊，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少户数的社区其实台北市最天龙最寸土寸金的这个台北市反而是最多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华夏这种东西我们都认为是过渡产品就是说你有大楼你干嘛还要盖华夏，浪费土地，对不对？可是在台北市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土地整合超级之困难变成说整合出来它也是一块小基地，不能盖高楼，15楼都不行那只能盖一栋华夏，盖出来的华夏自然户数就会很少嘛，然后依然超级贵，单品直接都拉过100万甚至130万这样那维老都跟案也一样，台北市，如果你是台北市的观众你听了应该会很有感就这样子。所以我说少户数不建议买，但偏偏在台北市一堆新房子都是少户数，那怎么办就买怎么办？因为它是台北市，住户都有钱电梯坏了要修然后那个大家的法治观念道德观念都水准都很高，真的都很高，你们乱搞你们就会被关切都会被检举那镜头一转到中南部就最好不要我还听过住户数量超少还有除了管理费超贵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几乎没听到人家拿出来讲，就是所谓的过度亲密的人际关系过度亲密的人际关系，这个对很多社恐来说绝对是一个负面因素因为现在根据法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一个社区它就是要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就是要你户数少也一样，公寓也是那就变成说每个楼层的人都怎样，都会轮流分到职位，什么财委什么主委，这个都轮流做的，那就变成说大家彼此都认识都了解那长期下来很容易会不小心发展成过度亲密的人际关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像普通户数的电梯大楼，你住好几年，你除了管理员以外你也不认识邻居嘛，对不对？这就十分适合社恐的 I 人那户数少的社区，人际关系都会变成有社交的压力，你不觉得吗？E 人他们在社交，他们都不觉得有差，怎样嘛其实他都在给那个 I 人压力，然后他也觉得说，自己很好客、很热情，怎么人家都不领情？I 人他讲，他就想要躲起来嘛，最好大家不认识我这样。偏偏在小户数的社区，必须要定期出来讨论那个管理委员会的事情。
对E人来说这没什么，然后没关系，大家来我家坐一坐啊，煮个饭，大家一起吃一吃，好，顺便把会开一开。为什么会变这样？那个小户宿社区就没有什么公社嘛，然后就这样，然后他们直接约人家家，好。可是对E人来说，这个聚会就是一场试炼，你知道哦。我有一个住台北市的女同学哦，她就是这样要搬家哦，她很厉害，年纪轻轻买台北市哦。我当初我觉得这个理由超瞎，她说你不知道哦，大家平常表面都和和气气的，那遇到互相打招呼，那背后都在讲话哦。开会的时候针锋相对，我马上翻脸不认人哦。那个几楼的谁李先生哦，那晚上音乐开太大声，这个都会被拿出来讲。就变得隐私就摊开来了哦，就这样哦。还有什么那个失误哦，那个谁家的衣服内裤飘到人家家，他都知道，他就是开会的时候直接拿出来是谁的，就这样哦。然后他觉得哇，这个太没隐私了吧哦，那他就挨了，他就很不舒服这样哦。只能说敏感的挨人呢，我真是不懂哦。那后来他就搬到一个200-300户卖掉哦，然后拿着卖掉的钱。该缴税缴一缴之后，他就搬到一个200-300户的中古社区去了哦。那后来我去问，然后他说：“哦，超棒，谁都不用认识，谁都不用打交道，就自己躲起来自己过日子。”好了，没啥，就是说户数少还是出现这是挨人不适应的状况，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然后我再讲另一个哦，就是一个烂掉的社区要变好，我前面说了，要靠的是反而是投资客是怎么样，就是投资客他是来做生意的嘛，所以他如果瞄准这个地段、这个社区，然后开始在囤，比方说囤了2户、3户、5户以后，那个社区烂掉都没差哦，那他会去伙同其他的投资客，然后一起去选那个社区主委，这不是干坏事哦，而是投资客是怎样，他自己不住这里，可是他是多间持有的屋主，换句话说他怎样，他不怕得罪人哦。真的哦，我们高雄有一个很有名的社区是哪个我就不讲了哦，都烂烂的、超烂的那种。那后来就是因为投资客集团哦，它户数很多，投资客集团进去，哦，那个现在阵容之豪华哦，那个管理委员会哈，那个财委自己就会计师哦，然后还有律师，嘿，然后还有反正就是投资客是来做生意，他就是来整顿的，你知道，不留情面的整，自己又不住这里，他又没差，对，好，所以很凶哦。就大家生活很散漫，然后8+9一堆，好没关系啊，怎么处理？就该告的直接用告的，管你的嘞，就直接给他告下去哦。啊，大家就起冲突或怎么样，没关系，起哄我再告，就这样用力告哦，什么都告，什么东西都那个管委会管理费欠缴，直接存证信函了，然后管你的哦，就是直接要走强制法拍人，他们里面有律师啊，还不止一个啊，就律师也是一起的。所以他就知道要怎么去整顿这个东西啊，自己又不住那，又不会被他堵哦，没关系，就来整顿，然后就这样哦，时间非常的快，2年而已哦，2年而已，把该告的人告到人家受不了，卖掉要搬家哦，或是他便宜卖，他就吃下来啊，就这样哦，很多那种大社区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投资客也很多，那就变成说投资者不住了，他就放生出租，然后租客不待见，对不对？然后要联系屋主或者是什么。反正啊，只要有打扰到什么人，他都直接用存证信函，都直接用提告的方式，就超偏激的。我们看起来就很偏激啊。以律师来看，这个叫做正常能量释放就这样啊，是你犯错啊，那你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哦就这样，很凶哦，超凶的，欠缴的费用哦，就直接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催的，真的就给他催出来啊，催不出来就是叫他卖掉哦，那很夸张啦，非常凶猛，2年而已哦。然后这整个社区没有到焕然一新哦，但是那个管理的幅度哦，通通都回正轨。以前有多烂？以前的那个物业管理公司哦也乱搞，就是派那个管理员来，那个管理员哦，你觉得他好像是老的智障哦，就真的好像智能障碍这样，只是一个人，然后坐在那里，然后这样看到人不打招呼或什么的，就直接换掉，然后就。什么东西都用告的啦，因为有律师哦，就是这里好啊，然后就去查，然后发现之前前任的什么，直接用告的，就用告，你也不用来跟我讲，你自己去跟法院讲就这样整顿2年了哟。然后在整顿的期间有发生大量的抛售的事件，就是干别啊，然后就因为事情多啊，租客事情多，好，然后就卖了，他们集团要把它吃下来哦，便宜吃下来就这样，然后现在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社区整体管理变很好。真的是变很好，电梯灯什么的，按亮不亮，收垃圾的时间，通通都被
重新弄过一次，然后还有那个停车位乱堆东西，那种中古社区大楼的停车位最容易被人家乱蹲东西就是看你的管委会凶不凶，你的管委会足够的凶管你的就这样给他开下去那这整个社区那么大的社区居然没有人乱蹲杂物只要有蹲立刻会被关切，真的是很夸张有这种执行力，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你要面对的是1000户的大社区，你还敢这样？对就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嘛。好，一旦整顿了以后，房价立刻就往上一个阶梯。为什么？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其实这个社区没有想象中的烂规矩也是多，可是这个社区维护得很好对，那就这样起来。所以你说投资客很邪恶吗？投资客他是有能力来整顿一整个社区的呢，这个反而是自住在那边散事情，在那边推拖拉，还要更理想的，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烂社区很好，他有能力去把它变好，它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还记不记得我们高雄淹水新闻高雄淹水的时候，在凯米台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三民区的老旧社区叫日安地球吗？这个我直接讲他社区名字没关系，因为那个新闻都给他直接看出来好，他就是很乱啊，就是大社区烂的，没有人要接，然后没有那个投资客铁血做派的集团进驻。那时候的事发当下的主委还是个小女生，就被找来挂名的，你知道，就没有要当，又一定要有，然后随便叫一个人签名这样。对，像那种社区为什么会淹水？它管理上绝对有各种问题，对不对？然后它有没有社区管理费？有，那个社区管理费够不够是一回事。你就是人家就不想要碰到钱，碰到钱很麻烦就有官司的问题。像那种社区我听消息啦，投资客集团已经进去了直接选出你们不是不当没关系我们这个豪华我自己就是律师我又不是这里要告我们大家出来告反正没有人告得赢我，你们都要有律师费，我不用，我自己出庭就这样。那进去的时候，我认为啦，接下来应该可以看到新的气象至少那什么淹水这种事情，然后那个管理员然后那边推拖拉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因为物业会被他换掉，然后社区乱堆杂物什么，通通都被他告一次。很凶、很夸张、很凶残的，只要守规矩的人都没有事就是不守规矩的人被影响到，他那边干干叫，就这样。电梯梯间不能堆东西，放鞋柜也不行，对，不行，给我撤走，不然就存信函就这样这么凶那会把人气到卖房子，把房子卖掉，可以他们立刻找人低价来接就这样。投资客集团，所以我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是真实世界就是混沌的，大家都讨厌投资客，可是就是投资客才有这个执行力跟那个人脉跟资源，可以去直接整顿一整个大社区，对不对？不然你去做财委，你去做主委，你看看那个邻居的那个住户怎么靠北你的投资客我哪有差你们谁犯事情我就直接提告就这么夸张大家讨厌他，可是只有他有能力来整顿这整个社区。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啊，那你说那些乡院的住户们不要紧大家喝来喝去的喝啦你堆东西，那我也要堆东西你怎样我也要怎样真的有人来请我说那为什么他家不用大家都来挥久了这社区就陆陆续续就是准备烂掉，就要等一个超人团队进来律师背景的不怕告的，专门在告人的。哇，那个社区管理可以重回巅峰，尤其是老人家那不留情面。如果你也住里面，你反而很麻烦那遇到什么的，如果你根本就不是，你只是那边的屋主你那里有好几张权状，你就有资格去选反正也没人要当嘛，你看选那很容易不然你就有代理人就是找一个人进去住，然后房子是你的，然后怎样怎样。好，很多种方式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这才是长期自产出租流派像我这种流派应该要去学习跟掌握的技能，你不觉得吗？以后多好蛋黄区然后一些管理烂掉，然后我们团队有能力透过选管委会，该告的直接他妈全部给他告下去让大家怕了之后有东西丢出来，然后再吃再怎样，这才是一个超强的长期自产收租流派的做法，对吗？而且这个东西无法复制
哦，你去啊，你谁敢？对啊，你都知道有这个方法，我也知道有这个方法，可是我就不知道具体运作起来怎么啊，没有那个经验嘛。哦，那人家告人驾轻就熟，有一整套 SOP 的，那不是很好嘛？晚上听到噪音，有人在回报，好，立刻就打电话或什么呢？警车就来了。哦，1次、2次、3次的时候，那个屋主被烦得不行，因为屋主在台北，然后那个管理室打给他，你的租客安怎开噪音安怎，然后就叫他搬走。哦，那怎样啊？久了这个社区就干净了。这我看在眼里的就是投资客集团进去这么大型社，居然2年就干净，吓我一跳。我以为要个5年6年呢。啊，投资者不是说要短跑而已吗？看起来没有，他们是长期在那边落地经营，等重大建设，然后去选自己的管委会，好猛哦！哦，真的是好猛哦！做这种生意我就敬佩这种人，你知道，就是哇，这就是活该他赚钱啊！真的，我们大家都束手无策的事情，他还是有一个 SOP 专家。专家是怎样？专家就是东西坏了，专家来了啊，专家走了啊，东西好了啊，就这样啊。对，他就把它处理，他就理当活该赚到那个钱，整顿整个社区。你自己想想，1000人社区中古，在地下停车场，他堆东西堆几十年了。那个箱子什么的，妈的，那捡回收蹲的到处都是，几十年了，哇，他居然有办法这样2年之内妈全部清掉，然后夸张哦，真的是很厉害，敬佩这种人啊！没有人谁是绝对的好人，也没有谁是绝对的坏人哦，大家都是就是根据自己的立场去行动啊，就是这样。你有那个勇气，你要不要去练练看？你去选个主委，看他妈路见不平。不用拔刀相助了，路见不平，存证信函了。对，你看看这整个社区会不会因为你而改善？我相信是一定会的，因为没有人遇过这么激烈的，连那个8+9一堆的社区他都能搞定的，这个你要不要去练练看？目前我是不敢。